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几年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？90后、00后开始集体崇拜秦始皇，按理说教科书里的他焚书坑儒、严刑峻法，简直是反派中的反派。但你现在一刷视频，满屏都是祖龙，迷人的老祖宗，甚至有人说以前恨他太狠，现在懂他太难。为什么？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叛逆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这是因为这代年轻人的历史洞察力终于穿透了儒家2000多年的口诛笔伐，终于发现这个被骂了2000年的暴君其实是华夏文明最伟大的操盘手。他给这片原本散装的土地装上了一套永生系统，这一套系统哪怕他死了，大秦亡了，依然能自动运行2000年。他发明的不是皇帝这个职位，而是中国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。在秦朝之前的800年，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？是周天子的分封制。那时候的人只有齐人、楚人、秦人等邦国身份，没有统一的中国共同体概念。虽然大家都在一块大陆上，但语言、文字、货币都不同，甚至连车辙的宽度都不一样。这种分裂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。所有人都觉得打完仗就该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、功臣，让他们当王。大家尊你为天子，这就是最好的天下太平。这对秦始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分封多好啊，既能让老秦家的江山看似千秋万代，自己还能落个人君的好名声。但秦始皇作为顶级的政治操盘手，他太清楚靠血缘维持的权力是靠不住的。第一代亲兄弟还好，到了第3代、第4代就成了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一旦中央衰弱，地方诸侯必然做大。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？因此当时的秦始皇要对抗的不是6国的军队，而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的政治传统。这无异于一次文明的深度整合与重构，而他就是那个最极端、最冷酷的操盘手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他下了最狠的一步棋——书同文。这3个字看似简单，背后却是无数的血雨腥风，更是他留给华夏民族的源代码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战国时期一个码字，7个国家有7种写法，彼此之间完全看不懂，文字不通，思想就无法交流，政令就无法下达，这片土地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。于是秦始皇一声令下，废除6国所有文字，全天下必须使用秦国的小篆。这一下彻底炸了锅。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6国儒生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文盲，那些以自家文化为荣的齐鲁学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学问变成了违禁品。于是骂声四起，所有人都在骂他毁灭文化、暴君肆虐。但秦始皇不在乎，他追求的是整个华夏最高效的文化连接与认同。他知道只要文字一样，哪怕你是广东人说粤语，我是陕西人说秦腔，我们听不懂对方说话，但只要写在纸上，我们就能无障碍沟通。这就是中华文明最硬核的外挂。所以不管后来经历了五胡乱华的黑暗，还是近代100年的屈辱，不管这片土地被割裂成多少块，只要大家还写着方块字，只要书同文的基因还在，中华文明就能随时重启。如果说书同文是给中华文明装好了软件，那秦始皇下的第2步棋废分封、行郡县，则是给这个庞大的帝国筑牢了硬件根基。秦朝之前是贵族世袭制，你爸爸是贵族，你生下来就是贵族；你爸爸是奴隶，你世世代代都是奴隶。权力和血缘绑定，底层百姓永远没有上升的机会。就连统一6国后，丞相王绾都带头劝秦始皇：陛下，燕国、齐国、楚国离咸阳太远了，不设王镇不住，您把皇子们分封到那里去吧。这话一出，朝中大臣也纷纷赞同。可秦始皇听完却拍案而起，说道：天下之所以打了几百年的仗，百姓之所以流离失所，就是因为有这些诸侯王。我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，要是再分封，就是自己制造战乱。自此他废除了地方上的列土分封与世袭治国，把全国分成36个郡，郡下面再分县、郡守、县令，都由朝廷直接任命，不是世袭，而是打工仔。皇帝让你来你就来，让你走你就走。这一招直接砸了所有贵族的铁饭碗，让国家这个概念第一次凌驾于家族之上。从此以后，
中国只有一种权利，叫中央集权，天下百姓则统一纳入国家户籍管理，成为直接向中央纳税服役的边户民。不管你出身多低微，只要有能力，就能通过军功、通过才干获得上升的机会。很多人骂他冷酷无情，骂他剥夺了贵族的权利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正是这看似冷酷的举措，彻底打破了阶层固化，给了普通人一条上升的通道，更给了华夏文明一个稳定的根基。还有人说，秦始皇晚年很疯狂，修长城、修直道，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劳民伤财，最终导致了大秦的灭亡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难道不知道修长城会激起民变吗？他比谁都清楚，北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游牧民族的骑兵一旦南下，就像收割庄稼一样收割中原的百姓。如果没有长城这道屏障，中华文明可能早在2000年前就断代，变成了另一个消失的古巴比伦。修长城惠苦了当代百姓，但他深知长城是守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屏障，不修则边患不止，子孙难安。史书记载，秦始皇每天要批阅120斤的奏章，不看完不休息。他绝非单纯贪图享乐、沉迷权欲的帝王，他是一个把整个国家扛在肩上的人。他深知自己做的事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他要把原本散装的华夏熔铸成一块铁板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高温、捶打和痛苦。他赌的不是大秦一朝一代的兴亡，他赌的是只要这套文化系统在，只要这套政治逻辑在，中华民族就会始终拥有强大的凝聚力。结果我们都看到了，大秦二世而亡，像一颗流星，短暂却耀眼。但秦始皇赢了，而且赢得彻彻底底。后来的汉朝嘴上骂着秦始皇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几乎照单全收了秦朝的制度，这就是汉承秦制。此后历代王朝虽有短暂分封试水，但主流均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核心，无人再敢全面退回分封制，因为统一这2个字已经被秦始皇永久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。我说个细思极恐的事，207年秦朝亡了，项羽一把火把咸阳烧成灰，天下人拍手称快，觉得这暴君的一切都该随他入土了。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，刘邦夺了江山，想开倒车搞分封的老套，结果呢，七国之乱直接把大汉逼到了悬崖边上，最后怎么收场？老老实实把嬴政的制度又翻了出来，一个标点都不敢动。你品品这事有多魔幻，一帮人玩命掀翻一个暴君，屁股坐热了才发现没了他立的规矩，这天下根本玩不转。更魔幻的还在后头，隋朝用他那套，唐朝用，宋朝用，朱元璋恨前朝恨得牙痒痒，自己上台用的还是那套。连清朝那帮从关外杀进来的人骑着马闯了中原，最后还是乖乖钻进嬴政设计的笼子里。2000多年，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系统愣是没人卸载的掉。凭什么？嬴政短短15年到底往这片土地里买了什么东西？想要搞懂这个，得先明白一个扎心的事实，在人类历史上，大帝国崩溃是常态，重新统一才是意外。罗马帝国昏了之后，折腾了1000多年，再没有拼回一个完整的帝国。奥斯曼崩盘以后，中东变成了一地的碎玻璃，现在还扎得大家满脚血。帝国这个玩意儿，大多数时候就像用手硬捏在一起的沙子，手一松，立马散成原样。但中国偏偏是个异类，碎了能倍增，乱了能重启，亡了还能在原地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。这不是运气，是嬴政那15年埋下的3颗钉子。第一颗钉子判死文字，这可不是让大家学普通话那么简单，他干的事比灭国还狠，他让几亿人的子孙后代只能用这道符号思考问题。统一之前，马这个字7个国家有7种写法，文字不通等于什么？等于把7块拼图摆在一起，看着像一张画，其实根本拼不住。嬴政做了一件事，书同文，从此这片土地上可以存在1000种方言。福建人与广东人或许听不懂彼此的话，但只要他们拿起笔写下的便是同一个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读同一本史书，背同一套诗词，考同一套试卷，共享同一套记忆。你见过欧洲吗？几十个国家，几十种语言，隔条河就是外国人。中国为什么没碎成那样？嘴上说的可以不同，但手上写的必须是比语言更强大的东西，才决定了你属于哪一种文明。
这颗钉子钉进去就再没拔出来过。第二颗钉子铲掉贵族生长的土壤。嬴政之前，天下怎么治理？分封天子，把地盘切给儿子功臣，让他们世世代代镇着，听着挺不错。问题是世世代代这4个字本身就是颗雷。第一代是亲兄弟，第3代是远房表亲，第5代跟路人有什么分别？凭什么你趴着收租，我累死累活给你打工？周朝怎么死的？头100年兄友弟恭，后几十年杀得人头滚滚。嬴政看透了这把戏，他的解法简单粗暴，1寸土都不封，全国共36个郡，郡下面设县，所有官全是朝廷派下来的打工仔。这把椅子不姓张也不姓李，是朝廷建议做的。一张调令，今天让你待在下面，明天让你滚蛋，你根本不敢放一个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地方上又长不出土皇帝了。你说你要割据，行，但天下人都知道你名不正言不顺，是临时工，是反贼，迟早得被收拾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这句话听着像玄学，其实是嬴政的设计，让分裂永远带着一股心虚的味道，让统一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造高点上。谁敢分家，谁就是乱臣贼子，史书先把你钉死。第3颗钉子用公路把所有权绑成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文字统一了脑子，郡县统一了权力。但还有一样东西最原始也最要命，物理距离。咸阳到边疆快马跑大半个月，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的年代，空间本身就是分裂的帮凶。嬴政的解法是修路，以咸阳为圆心，驰道像网一样向4面8方辐射出去，路宽50步，两边种树，每隔一段路程设驿站。表面上看这是军事工程，哪里冒烟大军就直扑过去，但真正的杀招藏在经济里。路通了货就通了。当蜀地农民锅里的盐要靠齐地供给，当燕地出产的皮毛要运到楚地才能卖出高价时，他们就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关死了。谁在喊分家？第一个跳起来骂街的不是皇帝，是那些靠划区生意吃饭的老百姓。分了家，我的盐从哪来？我的粮食往哪卖？我的生意还做不做？统一不再是帝王的利益，而是每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。这比10000道圣旨都管用。3颗钉子钉完，中国就不再是一个靠武力捏在一起的帝国了，它变成了一台装了自愈程序的机器。项羽不信邪，他烧了咸阳，封了18路诸侯，兴高采烈的想把历史的表往回拨。4年，他只撑了4年。那个被他强行复活的旧世界，用刀枪给他上了一课，门已经焊死，回不去了。刘邦聪明点，但一开始也犯了同样的糊涂，搞了个半分封半郡县的折中方案，想两边讨好。到了他孙子辈，七国之乱炸了，大汉差点当场散架，最后怎么收场？还是把嬴政那套捡回来，再不敢动一个字。从那以后，2000年都没有哪个朝代真正走出了这套框架。嬴政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大秦撑不了多久，但他可能根本不慌，因为他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大秦万年，他赌的是我规定了这片土地应该长成什么形状，后来的人不管恨不恨我，都只能按我画的线把它反复迭代。他赢了。王朝活了15年，系统运行了2000年。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从来不在乎自己不能活着看到结果，他们只在乎自己刻下的东西足够深。